谁呀？开门啊！我赵廷辉，快开门！门怎么打不开？小，小，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楼上有炸弹，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，快开门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爸，这门锁怎么打不开？哎，早上还好好的。小赵，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炸药啊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了，赶紧开门吧。打不开，门锁坏了吗？打不开，快看看，怎么打不开啊？打不开！你们也别着急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啊，好啊好。哎呦，看看，怎么可能啊？2个小时之内，你要不把小美安全带到这里，我们大家一起死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。来，大家往那边走，快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跟上，快往那边走，快，确认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人啊？快，赶快撤离！赵启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燕京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，上面还有炸弹。怎么可能？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。我现在有必要骗你吗？小赵，你快想想办法！阿姨，别着急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安全的把你们从这救出去。你们先让一让，往后退一下。联系林晨一看，把杨门卫送到华修院。别废话，立刻马上！看守所到这还有一段距离，咱们都冷静一下。刘伟，KK 是不是你杀的？严姐，你挺聪明的，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？KK 那种小崽子也配我亲自动手啊？跨年夜当晚，你故意跟我闹别扭，提前离开，难道你没有什么预谋？有预谋也是杀你！我早他妈应该一枪崩了你！这不是你干的。都到这份上了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我身上差多背他这一条人命吗 ？KK 明明就是你杀的。程队，季小吴家被困住了。严姐，小吴家被困住，出不来了。看着自己的女人身陷死局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，严姐？现在唯一能把门打开的办法，你大哥段永生是不是被你杀的？是我杀的，怎么了？为了小美人，
跟你有关系吗？先是有段哥，后来再有我。你说小美人怎么就对你不动心呢？这20年来，你对小美人可谓是掏心掏肺，可她呢，她把你当成什么呀？一条狗。这样一个女人，值得你为她拼命吗？值得。小美值得我为她做任何事情。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别以为我现在不敢杀你。刘伟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小美人今天一早已经被枪毙了。现在就能排爆大队了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肯定赶不过来啊！喂，送一个工具箱上来，快！什么？你疯了吗？那玩意儿你拆不了，你赶紧下来！这附近都是居民，连扔的地方都没有，不成的话我总得承担。送工具箱上来，快！吩咐支队长，命令严警立刻停止排爆，进行人员疏散。是严警。严警，向你下命令，立刻停止排爆，马上撤出。真的没有时间了，人命关天，快！林局，严警在5.9参战队的时候，曾经做过排爆手，有过成功的排爆经验。现在排爆大队暂时无法赶到，能否让他尝试一下？排爆大队还有多长时间能赶到？最快还有10分钟。好，让严警上。是。张警徽，小吴家交给你了。头，消防队长已经过来，来不及了。头，验区来了。这个炸弹的设置没有那么复杂，我试试，没准能成。小吴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张警徽在想办法呢，你别分心了。你愣着干嘛？撤啊！少废话，赶紧弄你的。快出来！快！快走！注意，躲不避！你要相信他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快走！喂，小王。燕姐，我们已经安全到楼下了。那就好。等我把手头的活忙完，晚上肯定回家吃饭。
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该不会咱妈又生气了吧？没有。他同意我们结婚了。真的？可以啊，媳妇儿。这回真可以当着咱妈的面喊你媳妇儿了。你跟她说，结婚以后不管大小事儿，我都会让着你。 媳妇儿，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做的饭。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？《罗马假日》。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白色。情报简述。谁能料到刘伟能来这么一出啊？他对小美人也真是爱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刚才哥们帅吧？行了，别装了，瞧你那手抖的，后怕了吧？婚还没结，我可舍不得死。对了，赵天辉呢？我得好好谢谢他。他应该去核实刘伟跨年夜的去向了。如果战宇真的不是刘伟杀的，那这个案子就更复杂了。我实在想不通啊，除了刘伟以外，还有谁那么想要杀我？你刚从鬼门关出来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就凭赵天辉那股子轴劲儿，再复杂的案子也会有出路的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回队里加班去了。来，刘伟都死了，还不让休息？刘伟是死了，但那个制毒人还没有抓着呢。制毒人？根据小美人的交代，他们的配方是刘伟从一个制毒人手里偷来的，但那个人跑了。我怀疑那个人才跟6年前的案子有关。关于那个制毒人，你有什么线索？你的卧底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不归你管的事就别操心了。你放心，人我一定会找到，案子我也一定会查清。你还是想想怎么照顾你媳妇儿吧，啊！坏了坏了，别说小欧了，我丈母娘才开始接受我，就出这么大事儿，我得赶紧去赔罪了。
牌牌。来，妈，原来您才是咱们家的大厨啊，难怪轻易不出手。生气就是生气，你喊100遍妈也没用。妈，严谨都累了一下午了，你好歹让他吃口饭，再教育他呀。命差点都没了，你还吃什么饭呀？严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你有小欧，将来还有你们自己的孩子，无论做什么事儿，都要对家人负责任。你要彻底的铲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思想。我不管你骨子里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情节，以后再上演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，我就让小欧立刻换人。我发誓，我严谨，从今往后绝对不会拿生命开玩笑，谨言慎行，努力挣钱，好好养家，以家庭为主，以小欧为主。好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，怎么也得喝2杯。等着，我去拿酒去。好嘞。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，这不刘伟吗？他不是跑了吗？跟他熟吗？我们这是合法生意，怎么会跟贩毒的有来往？他就是到我这儿来消费，我对他有点印象。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，他来过这儿吗？警察先生，我真不敢得罪刘伟。不用害怕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个王八蛋，一天对我连孔在下的。哎，那他赊的账我跟谁要去啊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去年跨年夜的晚上，他来没来过这儿？来过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店里做活动，他来的时候还跟我打了个招呼。几点来的？又几点离开的？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来的吧，然后在包房里边玩得挺晚的，第2天中午走的吧。那天的监控还有吗？呀，那肯定没有了，我们这只保留1个月的。那你还能帮我们找到那天晚上跟刘伟在一起的人吗？我们需要核查一下。这个没问题啊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们问。没有杀害战宇的可能性。我早就对刘伟没抱什么希望了。他要真是凶手，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呢？不是刘伟，也不是严谨，那还能有谁呢？这大半年高开低走的，全白费。现在，咱们连寻找的方向都没有了。这么点困难，就把你们全打趴下了是吗？咱们手里的证据都指向谁？可严胜已经通过那个实验，排除了清洁工就是严谨的可能。
严慎是律师，他的责任是保护委托人，并不是寻找真相。严慎用带有煽动性的实验保护了严谨，但是他并没有付掉我们手里其他所有的证据。那您的意思，严谨还是嫌疑最大的那个人？他从来没有从我的嫌疑人名单里去除过。说句心里话，头儿，昨天严谨干的那些事儿，我还是挺佩服他的，有点没办法把他跟那个杀人犯联想到一起。在我眼里，他是不是杀人犯，靠证据说话。听好，继续加大力度，寻找分尸工具跟分尸现场，这个目标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还要重新研究严慎的实验到底是不是天衣无缝的，从什么地方跌倒，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。记住了吗？是。这逛了一个下午，我腿都打软了。辛苦啦，老婆。来，坐，我给你捶捶。那这个女孩是谁呀？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？这不是，孙佳玉的女朋友叫沈五月，啊，我们原来都一起玩的。五月，这个名字好。哎，那他现在自我叫，肚子好饿，申请加个餐行吗？
减肥餐已经好了，请夫人用餐吧。你怎么不喝啊？这个东西特别好，饱腹又通便。你试试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有点累了，喝不下了。要不你回屋里躺一会儿？我明天一早还要马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叫个车就回去了。你真不用我送你吗？不用了，晚点微信联系吧。那行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这可是我进季家门的证据啊！我可得收好了。闺女，爸，妈，我呢？好孩子，来，那个自己家的小店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兄弟，喝两口。来吧，谢谢哈。来。头儿，吃饭了。你几天没回家了？2、3天吧。头儿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案子永远查不完，你不能一直泡在办公室里，这样你以后可怎么找女朋友？
不过你这话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。今儿天儿不错呀，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。这样吧，盒饭不吃了，你陪我出去吃点吧。我哪有资格陪你出去吃饭啊？我一堆工作还没做呢，一会儿还要带着兄弟们去搜索分尸现场啊！发现给你小子个福利还不接着是吗？那你回去干活去吧。啊，别！我女朋友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火锅，要不我带你去麻辣一家？行，就去那家吧。今儿我请你。哟，铁树开花了！再那么多废话，让你掏钱啊？走。走吧。日子我可看好了啊，6月6日，这个农历的是5月初4，那个是个好日子，才子佳人，门当户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亲家有心了，有心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听到了吗？终于有人能站得住我哥这泼猴了。怎么说话呢？我要是猴，那咱爸咱妈是什么呀？你嫂子是什么呀？越来越坏了。爸妈，我敬您2老一杯，感谢您养育了这么好一个闺女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对小欧的。好，来啊，爸，给您坐。挺会说话了。只要他不欺负你就成。谁欺负谁呢？爸妈，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我终于嫁给了爱情。我觉得啊，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和严谨啊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。好。小欧，有句话，妈早就想对你说了。要不是你，严谨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他的命，是你给的。妈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永远都相信严谨。就是妈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啊！我哥跟我嫂子经历这么多才走到今天，往后全是好日子。是啊，往后全是好日子。来，大家干一杯啊！为了好日子啊！来，坐下，吃口菜。哎，是啊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我们呀，赶紧锻炼身体，等着抱我们的孙子。是。亲家母，你可别给孩子压力啊。小欧啊，生孩子的事儿自己定，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。我和严谨挺喜欢孩子的，我们俩决定结完婚以后生1男1女，凑个好字。好，咱们就这为好字干一杯啊！再干一个，来。来，我给这。妈，我给他夹。啊，好，来，这给你吧。哎，来，挺好的。好，来，你也来吧。哎呦，头儿，你慢点儿。哎呦，慢点。哎呀，不花钱的东西就照死吃啊，丢不丢人啊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又溜达来严谨的小区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呀？头儿。这个运尸路线，法院已经核实过了，而且之前我们也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，没有问题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条运尸路线会是咱们的突破口。来都来了，有枣没枣的打一竿子吧。走吧。
现在小孩床真贵。哎，你们俩这订婚宴也办完了，接下来该是盛大的婚礼了吧？嗯。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啊？我昨天晚上失眠，今天白天话说多了。失眠？该不会严谨宠爱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吧？瞎说什么呢？我结婚前就住店里面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？结婚前还分开睡？哎，想什么呢？说呀！这女的谁啊？严谨初恋？严谨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但看这照片，明显这两个人就是情侣啊。这照片你在哪儿看到的？那天我去她家，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。那这事儿可就不简单了。你也觉得不简单啊？如果严谨交代了其他前任，而刻意隐瞒了这个，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他给这孙佳玉戴了绿帽子。以严谨的性格，不可能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男人可以炫耀自己花心，但对于撬自己兄弟女朋友这种黑历史，绝对不会轻易提起。这种减分项，刻意隐瞒也能理解，但你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严谨本来就是个抢手货，他还留着这照片，就说明他对那姑娘念念不忘。你可得看紧点儿。这年头，初恋杀伤力特别强，可别一不小心，让这初恋杀个回马枪。严谨不是这样的人。你要是相信他，你就不跟我说这些了。走，吃甜品去。没有什么是一顿甜品解决不了的。吃了甜品都能与的怨怼，真骚。吃了甜品都能与的怨怼，真扫兴。好巧啊！我陪妮雅过来买点东西。啊，我也是。我刚去那边超市买了点东西。那就坐这儿吧。赵警官不是最不喜欢吃甜食了吗？尤其是洋车甘露，怎么现在也好上这口了？该眼馋的眼馋，不该惦记的，趁早死了这份心吧。嗯。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？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这么大的钻戒，赵警官1年的工资都买不起吧？方妮雅，我说的是事实啊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赵定辉，小柔的婚礼定在下个月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沾沾喜气啊！我局里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战宇的案子有没有新的进展？暂时还没有。天天查也查不出个名堂来。我要是负责这案子，早就引咎辞职了。方妮雅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挖苦赵廷辉了？我也不想挖苦他，可是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，看他我就来气。谁让他当年抛弃你的？本来这件事我还站着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变成我小心眼。这跟你又没关系。再说了，赵廷辉知道我什么脾气，
人家现在还是孕妇，激素水平不稳定，你就练这一下不啦？服务员，哎，来了，我要点单。你要点什么？我来个 cheese cake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吃口我这个吧，特别好吃。又酸又甜的，有什么好吃的？你就吃一口吧，保证你会喜欢上。啊？走吧。我们领导。喂，李局。啊，是的，案情有了新的进展。是的。你看，这队里的紧急情况，改天我再约你吃饭吧。要不我送你上去吧？不用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肖廷辉，你爸妈同不同意我不在乎，我在意的是你的想法。其实我觉得，这婚姻再怎么说都是两家人的事情嘛。如果我们得不到父母的祝福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一年，你为了我跟家里闹了不少别扭，我不想再为难你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咱们就在这儿分了吧。冯大哥，哎，小欧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这话我应该问你啊。今天你怎么想着来跑步了？减肥呀，总得在婚礼上美美的吧？看来这减肥都成女孩子的信仰了。你跑完了吗？还得跑一会儿。怎么着？我带你跑会儿。好呀，好久没跟你一起跑步了。走。来，喝水。好久没有正儿八经运动了，完全跟不上你的节奏。这我也是为了你放慢节奏了。这运动完啊，整个人舒服多了。既然舒服多了，就聊聊吧。跟严谨吵架了吧？哎，没有，我就最近看到一张老照片，发现严谨跟一个女孩在一起。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起过。小欧啊，这每个人都有过去，这过去呢就会有很多小秘密。既然你选择和严谨在一起，就不要介意他的过去。哎，冯大哥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沈五月的人？五月，我知道，但不太了解。这姑娘不是去世了吗？已经去世了。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有点说的多了啊。哎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之所以严谨不愿意提，这可以理解。那他和严谨还有孙佳玉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啊？孙佳玉和严谨是在武警特战队认识的，我是后来在禁毒支队和严谨认识的。之前他们的事儿我不太了解，这事儿
你应该问程瑞敏吧。我要这样去问陈大哥，他肯定觉得我很八卦。那你就直接问严谨呀，这样对谁都好。哟，我该去接乐乐了，要不我开车把你送回店里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想再坐会儿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厨房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客厅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看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。没有呀，我还在忙呢。哎，我来擦。哎，不用了。哦，对了。 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居酒屋，我听说特别好，要不然咱们俩去喝一杯？嗯，等我收拾完。不想减肥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吧？啊！我一连喝了好几天了，今儿就想多吃点。行，吃，无非就是婚纱里多塞个几个肉，我陪你一块吃。老板，再给我一份刺身拼盘，一份炸猪排。好的。哎，慢点喝，清酒后劲大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，这点酒都不够我塞牙缝了。你这酒留着养王八呢，喝掉。哦。姓名
黄发祥，年龄54了。老黄是吧？哎，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哎呀，我这还正想问您呢。抓我的那个警察说我是什么制毒人。警察同志，我连初中都没毕业，我怎么可能会制什么毒啊？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啊，你好好想一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是5月10日的晚上，我们在溧源市的郊区金陵村发现了一个制毒作坊。这个带院子的平房有60多平，你就是在这里制作毒品，然后通过网络卖给那些买散货的买家和吸毒人员。围剿当天你的确是不在现场，但你逃跑前遗留下的生活物品都还在。茶杯杯口的唾液和指纹，以及衣物上随意一根头发的 DNA 都可以证明你就是这个院子的主人。还是不想说是吧？啊，我替你说，你的货在圈内算是上等尖货，销售渠道既专业又隐蔽，一看你就是制毒界的老炮啊！以你的级别，怎么也得傍个大买家长线合作啊！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卖散货挣小钱呢？除非你是被别人强行踢出了局，逼不得已才用这种方式挣钱糊口。我们刚刚破获了103特大贩毒案的头目小美人曾经亲口交代过，他说他们最早的货就是跟一个神秘的制毒人在网上交易的，后来他的搭档刘伟想自产自销，于是偷了配方，并想暗杀这个制毒人，只可惜让这个人跑了。你的货跟小美人的货在配方成分上一模一样，你就是这个神秘的制毒人。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警察同志，你说的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去年12月之前，你一直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做门卫，你用一种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方式去观察你的仇人，或许是想报仇，却始终没有得逞。由此可见，你这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还是很有头脑和胆识的。你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坦白从宽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还用我跟你多说吗？啊，黄发祥。谁家的媳妇真好。花盘在哪儿啊？耳朵，尤其是那张大嘴。编辑，你是不是就喜欢大嘴妞？不是，我只喜欢你的大嘴。我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1年03个月010天。才认识1年多就要结婚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什么意思？要反悔啊？我人都是你的了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儿？说。以后我们俩在一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要对对方坦诚。我觉得吧，这2个人之间不管有多亲近，都应该有彼此的独立空间和独立人格，甚至有秘密。你的事儿你不想说，我不会问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因为你对我是完全的信任。如果真正信任，就没有什么不能说。你跟沈五月到底什么关系？不是说过吗？我不是想纠缠什么过去的事情，我也不在乎他在你心中的位置，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坦诚相待。我知道这个女孩已经离开了。那你还问这么多干嘛？你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我信了。但如果你是我，看到这样的照片，你会怎么想？难道你不好奇吗？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喝酒，
像讲故事一样聊聊过去，不为过吧？不是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可以当成故事讲给别人听。为什么？你们之间是有那么难以启齿吗？妍姐，你不要让我觉得你那么陌生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能让你提都不能提。难不成沈五月的死还跟你有关系啊？老板，再给我来壶酒。好嘞。留给你坦白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没错，小美人以前的毒品是我供的货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居然要杀人灭口，偷取我的配方。那你跟6年前邓坤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？邓坤跟海叔这2个人你认识吧？那我要是说了，还能给我减刑吗？你自己选择什么路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想活命当中为什么要制毒呢？黄八强，你当这是哪儿啊？这事儿由不得你琢磨，你今天必须要说清楚，毒品配方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你跟6年前的案子究竟有什么关系？配方是我从邓坤那儿得到的。怎么得到的？围捕邓坤时你在现场？当时我不仅在现场，我还亲眼目睹了那个卧底警察被杀的全过程。你要说什么？那个开枪的人不是后来被判了死刑的张国强，他是另外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你们认识，是谁？是当时还是缉毒警察的严谨。你知道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？我这一条腿都迈进棺材了，我能跟你说这些，还不就是为了想多活几天吗？好，那你就把6年前案发现场你看到的都告诉我，什么也别落下。哎，来，能给我口水喝吗？给的。说吧。啊。我就是
海叔的货呀，纯度特别高，人也熟悉，所以那些年邓坤一直跟海叔合作。海叔用了1年的时间，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毒品。很快，他们就定好了日子，要跟这个邓坤进行交易。地点呢，就在中缅边境附近山林里的秘密制毒工厂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哎呀妈的，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儿。谁让干这个挣得多呢？嗨，你把这2壶水给海叔送过去。哦，记住，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问的也别问，啊。哎，去了啊。好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哦，我来送开水。给我吧。我去，给我就行了，回去。看什么看？快走！哎。海叔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。有朝一日，他会死在自己贴身保镖的手里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儿就是我的了。配方现在在我手里，想跟着我挣钱的，把枪都放下。怎么着？不乐意啊？那算了吧。去制毒工厂的时候，警方就围剿上来了。枪声一响啊，哎呦，那城市就乱套了。那工人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啊！我当时我也懵了，吓得我拔腿就往西边的这个树林子里边跑啊！
颜律，这2套衣服选哪套啊？颜律，就白色那套吧。好，那就搭配这件黑色的吊带和红色的口红喽。那我们就先把衣服换一下，再做最后调整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《法治时空》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著名律师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严胜严律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严胜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案例。我们先请严律给我们这起案件做一个简单的评价。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辩护人通过金钱收买证人、篡改口供，帮助被告被判无罪的案例。该案的辩护人触犯的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律师伪证罪。后来我看报纸的时候才知道。严谨脱罪了，判了张国强的死刑，证据就是落在现场的一只鞋。其实那天张国强根本就没在现场，是我穿了张国强的鞋，逃离的时候不小心掉那儿了。黄发强做假口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警官同志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没撒谎，没说谎话。审判长，各位审判员，照片中的这只鞋是在案发现场新找到的证物，已经核实，这只鞋正是制毒工人张国强的。请问张国强，你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有疑问吗？没有。好，这只鞋你是如何遗落在案发现场？请详细说明。那天我趁乱逃跑，就跑进林区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之前向警方撒了谎。请你继续。那个卧底警察是我杀死的。安静，现场安静，请犯罪嫌疑人继续陈述案情。是我用被告人的枪打死他的。你指的被告人是在座的严谨吗？是。那天张国强还有工厂的工人四处逃，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让警方抓住的。你当时怎么就穿了张国强的鞋呢？我们俩都是海叔工厂里的小工。我们俩住上下铺，平时关系特别的好。围剿那天呢，正赶上我的鞋弄脏了，没鞋穿，我就穿了他的鞋。
规定，在刑事诉讼中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、伪造证据，帮助当事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威胁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，都属于犯罪行为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至7年有期徒刑。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尖锐的问题，就是律师的责任究竟是以委托人的利益为主，还是以案件受到公正的审理为主？我们想听一下严律师看。你看看这严慎这姑娘，越来越成熟了。大婶，你朋友多，学生也多，赶紧给她介绍个合适的小伙子。当职业道德和人性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觉得作为一名律师，应该职业道德优先。这不是人性不人性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根本的原则性问题。今天的法治时空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你说你这小姑子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能力有能力，怎么就是嫁不出去呢？人家不是嫁不出去，是压根儿不想嫁。倒是你，打算什么时候和老冯领证结婚啊？我们不急，等孩子生下来再说。是不是冯大哥有什么顾虑啊？没有，你看他对我多好。我知道他对你好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是不是考虑到乐乐暂时不想结婚？那也不是，乐乐其实挺喜欢我的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这事儿，所以老冯也就没提。冯大哥不提怎么行啊？这孩子都有了。你们未婚同居本来就不合适，现在孩子都怀上了，这样拖着不领证可说不过去啊。只要老冯能跟我在一起，对我对孩子好，早结晚结我都觉得挺幸福的。哎，对，你问没问严姐那照片的事儿啊？她跟那姑娘还有孙佳玉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吵架啦？你知道有没有结婚证的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生孩子？我犯得着为了张照片跟他吵架吗？所以你到底是问还是没问啊？我问了，但他没有说。我觉得吧，有些事情不需要弄那么清楚，尤其是以前的事儿。既然他不想说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我何必强人所难？只要不影响我们俩的生活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心真大，我得向你学习。陈警官呐，你了解严禁这个人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呀？喂，云梯 S6519里坐的你的人吗？我先声明啊，我做的都是正经买卖。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啊？盯的不是你。你的意思是，有毒贩来我这吃饭了？什么人？不认识吗？少打听，我还有事忙着呢啊！没事，我先挂了。搞得这么神秘，看来案子不小啊。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挺舒服啊，严总。你呀，真是一个人过不下去，赶紧找个姑娘，别三天两头在我们家赖着不走啊！怎么的，不欢迎我？你没看到你儿子画的全家福啊？就你那张脸，是随便勾描一下，我估计啊，孩子连你长什么样都给忘了。
你最近查的是小美人吧？哎，我就知道啊，这个女人真不一般。这半年，她想方设法的给我拉关系，也是不安好心。小美人对你有兴趣？我估计啊，是对我的背景和人脉关系有兴趣。她一直想要拉拢我合作，但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啊，嫌麻烦，能躲则躲。说吧，这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查出什么了？已经有线索表明，小美人的水产公司涉嫌贩毒，而且规模很大，但是我们查了很久都没有突破。仅此而已。啊？看你这遮遮掩掩的样子，我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一般。说。最新缴获的那批毒品成分与浓度和5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。你好日子过够了，跟毒贩接触有多危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二子是因为这个案子而牺牲的，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破，你觉得我会甘心吗？我不管你甘不甘心，我不可能让你去冒险。小美人他们做事非常谨慎，你不是也一直没有办法从他们内部获得情报吗？这么下去，他们的毒品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市场，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因此被害？你有想过吗？妍姐，二子已经没了，我不能让二子他不能白死，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这一回我必须要上。相信我。只要咱哥俩联手，一定事半功倍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一定是严谨主动找你要求做这个卧底的。啊，陈警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严谨早就不是缉毒警了？他早不问晚不问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问你办什么案子？而且你办的这个案子又跟6年前1020大案有关呢？我就知道，严谨没跟你说实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告诉你究竟是为什么。其实，在严谨主动找你当这个卧底之前，我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。喂，是严老板吗？是我，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。严老板，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，挺难受吧？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，也是煞费苦心了。到底是谁？我知道，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。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，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，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。
在刘伟赶尽杀绝之后，我沉寂了半年。后来我到了水产公司当门卫，我的目的就是寻机复仇。可是我观察了好长时间，我才发现，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没法捣毁他们这整个集团的。唉，哼，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呀，啊，竟然让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小美人跟。严总你好啊！放心，就我一个人。是你？没想到吧，严总？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！我的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年我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工人。当你和孙佳玉和邓坤持枪对峙的时候，我就躲在旁边的沟壑里，不小心目睹了全过程。严总恐怕没想到吧？啊？我已经在配合警方调查小美人贩毒集团了。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你要说到做到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，你的秘密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你，哎，我想知道，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能不能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啊？啊，吸毒的人我可见得多了，多半都丧失了意志，你可不能误了我的事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比你更着急除掉他们。要是这么想的话，这位缉毒英雄的军功章应该有我的一份，是吧，程警官？程警官，你真的了解严谨这个人吗？你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吗？
喝的是咖啡吗？越喝越困啊，你这。最近搜索分尸现场，每天只能睡3、4个小时。别说咖啡了，兴奋剂也不停用啊。听你这意思，投诉我呢是吗？不敢。分尸现场筛查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东西和北边的郊区都已经找过了，所有有嫌疑的地方都已经至少搜索2遍以上，还是没有找到，就等南区的结果了。小陈，喂，有消息了？好吧，我跟赵队沟通一下。怎么了？警犬队这几天连轴转，今天早上又有2只警犬倒下了。想说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，让他们休息一天？不能休息，要在6月份到来之前，把这个案子给结了。这都5月中旬了，这哪来得及啊？反正不能停。现在是雨季了，让兄弟们抓把劲，再坚持几天。等这案子结了，我请大伙儿吃火锅。这严谨跟季侯的婚礼好像就定在6月初啊，这么着急不会？明白了。喂，赵队说了，案子破了，请大家伙吃饭啊！大家再辛苦啊，辛苦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烦人呢？不要惹你陈哥不高兴，懂不懂？还跟我聊什么火锅？你那个地儿料不行，懂不懂？也就是说，在这15分钟内，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，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，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。你们地下1层这个门，平时都是关着的吗？啊，这个门平时是锁着的，但是每周1为了方便运送垃圾才会打开。每周1？对，因为每周1是小区大扫除的时间。严慎的试验被打翻，那就代表那个清洁工人有可能他就是严谨。咱们要不要现在立马就把他抓起来？不能着急，你再调点人手过去，尽快把分尸现场找到。我必须拿到最直接有力的证据，不能让严谨再从他手上跑了。好，我回去就立刻安排。你睡个觉锁什么门啊？
老程，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？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我没事儿，想一个人静会儿。那我去妈家接浩浩，晚饭后回来。哎，冰箱里我今天煮的排骨，你一会儿热热煮个面吃吧。知道了。你真的了解严谨这个人吗？啊？你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？你最近查的是项目人吧？这一次我必须要上。咱哥俩联手，一定事半功倍。大家把手上的活先停一下，这是严谨从小学到现在所有的资料，每人一沓，都给我查仔细了，听清楚了吧？梁成，发一下。他，查严谨不至于从小学开始查吧？真要想查一个人，就得先了解他这一生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行了，干活都速度点。哎，行了，看啊，都是早上刚打上来的海鲜，还有上等的法国白葡萄酒，这好东西啊，必须得咱哥俩同谋享用，够意思吧？我早上给嫂子打了个电话，她说啊，今儿你休息，在家补觉，我二话没说我就杀过来了。我今儿啊必须得给你补补身体，说吧，这螃蟹是想吃清蒸的还是香辣的？这点头什么意思啊？顺蒙圈了吧你？来，喝口酒，清醒一下。开瓶器呢？别要这个了，这个有劲儿。行，难得大哥好兴致，开了。那我忙活菜了啊。严谨，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你和孙佳玉之前是非常要好的兄弟，到后来因为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开始产生矛盾，对吗？放开！你什么严谨？五月变成什么样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因为你。那是他自身原因，跟我没关系。等等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啊？你问他把我当兄弟吗？还是我以前兄弟吗？从来没想过跟你严大公子攀兄弟。行了，儿子。好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哥俩老死不相往来。好，但如果五月再因为你有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沈五月的死和孙佳玉有关系吗？这跟案子有关系吗？请你如实回答。孙佳玉在做卧底前就跟沈五月分手了。但他并不接受，一度陷入消沉，染上了毒品，吸毒过量去世。
这两天心情特别差。怎么了？哎，哥们儿给媳妇儿给得罪了，正闹心呢。前天啊，小欧在家收拾东西，在书里头翻到了我跟沈五月在宁海拍的照片。你说照片怎么就加在那本书里了？我真给忘了。你之前没跟他提过沈五月？他看到过咱们5个人的合影，在别墅的时候也问过我，我就说沈五月是二子的女朋友，不就是怕纪晓鸥瞎想吗？谁成想还有一张照片在家等着我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小欧问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换作是我也会问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特别不想回忆过去的事儿。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彻底的失忆，把之前所有的痛苦统统忘掉。这雨越下越大了。是啊，这一下雨啊，人就容易伤感。二子出事那天也是下这么大的雨。想二子？你不想他？我哪敢想？但我经常梦到他。都梦见什么了？有好的，也有坏的，但大部分啊，都是咱们哥仨在一块儿的时候。我刚才也梦见二子了，他跟我说他不是被张国强抓走的。嗨，一场梦而已，别想多了。改天啊，咱们俩去看看儿子。我也应该把要结婚的好消息告诉他。好啊，来，吃个螃蟹。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对呀，是那个制毒人有什么消息了？没有啊。你怎么对这个制毒人这么上心啊？我好歹也参与过这个案子，人没抓着，案子就算没完。尽管我不在禁毒支队干了，但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。你跟肖美人接触这么久，真的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制毒人？怎么了？根据肖美人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充分相信这个制毒人就是6年前的漏网之鱼，他很有可能是从邓坤身上偷的配方，就是说他在二子的死亡现场曾经出现过。不排除他目睹了案发时的一切。他目睹了现场又怎么样？杀害二子的凶手张国强不是已经伏法了？是。下一个好了，我给端过来。
国强，你打死孙佳玉之后，往哪个方向跑的？我当时是向东逃跑的。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你在打死孙佳玉之后，到底是往哪个方向逃跑的？西边，我方向感不太好，之前跟警方说错了，后来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是西边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把张木强生前的资料给我搜集一下。好好的调查他干嘛呀？叫你去你就去，明天给我回复啊。姐，喝点茶。好漂亮呀，是樱花吗？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，我摘了一些进去，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，味道还不错。那就叫它4月的午后。小老婆，小还是老气。怎么喝这么多？小，干嘛呀？小，对不起，不应该骗你。你骗我什么了？其实沈五月，他是我的初恋。
到餐厅里吃饭。张国强死前得了癌症。我去了张国强的村子，跟他之前的朋友聊了几句，说他生前四处借钱，为了看病，具体什么病不清楚。所以后来我去了医院调了他的病历，这才发现了问题。6月份查出来的癌症，他被捕是10月份。看来张国强是为了钱才被迫制毒的。应该没错。张国强现在家境怎么样？据村里人说，当年张国强杀害警察一事，给全村都蒙了羞。他死后，他老婆也没有跟村民有过多的来往。哦，对，他们有一个儿子，有轻微的智障，后来出了车祸就瘫痪在床上。我偷偷去他们家看了一下，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比较新的2层小楼，院子里晒了很多粮食，还种了不少果树。这点让我很奇怪。按理说家里死了男人，又有一个病孩子，日子应该过得比较难才是啊。这样，你去趟银行，把张国强跟他老婆的银行账户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大额存款的记录，啊，顺便把严谨跟严慎的也一起查了。你的意思是张国强是被……干活去吧。这是一个复古风的婚礼现场，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色调。没问题。婚礼当天只有我们双方的亲朋好友，人不会特别多。仪式完了之后，大家可以尽情的开派对，有音乐、美食和美酒。大致就这样。季小姐的想法非常的棒，还做了这么专业的 PPT， 真的是很用心。其实我也不太懂，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婚礼现场的图片，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。好，就按照这样来设计。没问题。那季小姐，您对音乐方面有什么要求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找一个4重奏乐队就够了，最好有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手。好。还有，婚礼当天在宾客席位第1排给我留2个最好的位置，留给2个不能到现场的朋友。没问题。刚严善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跟设计师已经约好了，明儿上午10点，咱们到工作室修婚纱。这么凶吗？那我明天在店里等你，咱们俩一起吃早饭吧。好。严善他怎么样啊？我听他说话的声音，好像有点感冒。那咱们俩去看看他。那个丫头工作请得6亲不认，估计咱们俩去了，她也没空理我。那你这个当哥的也不能不闻不问啊。再说还有这个小嗓子。就知道你们俩好。行，咱们去。哎呦，我给忘了，今天晚上有个预定，还是个生日派对，我得回去盯着。行，你忙你的，我去就好。那我改天再去看他。好。妍姐，睡着了。几点了？8点多了。您都感冒了，要不早点回家吧？我送你回去。我刚吃了感冒药，特别困，再躺会儿。看您这样，我还真的很不放心。没事，我躺会儿就回去了啊，你放心吧，赶紧回去吧。
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记得要按时吃药啊，别太晚了。 你来干什么？我没法不来啊！电话你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我只能来找你了。现在赶紧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哎，好啊，我正好想找警察呢。我想跟警察说说你干的龌龊的那些事儿。 到底想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我没钱了，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？不够，一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。这是敲诈，我完全可以告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有录音。你告我，那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，到时候我死的不止你一个，还有你那个杀人犯的哥哥。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有录音。你告我，那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，到时候我死的不止你一个，还有你那个杀人犯的哥哥。你这次想要多少？10万，不多，但是必须明天给我，要不然我再来就不一定是晚上了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去，把人给我盯紧了。
头儿，严谨一大早去银行取了现金，不知道要去干嘛。你务必盯紧了，把位置发给我。明白。你回去好好教育一下严谨啊，让他以后别这么任性。选婚纱本来就是新娘子的事儿，她去了也得靠边站，来不了就来不了吧。你就是嘴硬，心里不高兴还不说，再这么下去，严谨会被你惯坏的。你还以为所有人都像老冯一样，天天陪着你伺候你？这点我倒是挺知足的，在我眼里啊，是没有人能比得过老冯。哎，严谨没说他去哪儿啊？他就是说是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没多问。你说，严谨是不是偷偷准备婚礼，要给你个惊喜啊？哟，吓死我了！慢点。里面请。谢谢。季小姐，这些都是我们这2年的原创作品，市面上流行的其他款式，我们也都有呢。罗小姐的设计作品啊，可是拿过国际大奖的。过奖了。那季小姐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？看上去都好好看呀。我们严太太啊，就是个女汉子，平时哪懂什么婚纱呀？还是您帮她介绍吧。让小欧自己看吧。这件你们觉得适合吗？合不合适，试试才知道。你好，这边请。那边有专门为孕妇准备的婚纱，6个月以内都可以穿。方小姐可以试一下。不用了，我想等到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再办婚礼。到时候我再来选吧。严总特意嘱咐过我，让您今天一定选一件，你就别客气了。那就试试吧。那我就试试这件。花花姐，你的眼光可真好，这是我们推出的最新款。温先生，先喝杯水。谢谢啊。喂，哎，严谨。哎，老冯，怎么样了？小欧正在试婚纱。你看你今天没来啊，他情绪可不太高啊。没事儿，回头我向他赔罪。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自己办点事儿。成，那你先忙。嗯，好嘞。
会不会太紧了呀？刚刚好，这款婚纱特别挑身材，也只有像季小姐这么好的身材才能穿上。冯大哥，你觉得呢？好看。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。你可以再多试几套，拍些照片回去，让严总看了再定。好。妮娅，你太美了，完全看不出来你怀孕了。这裙子还能穿得上，说明我这个控制体重还可以啊。太可以，太美了。老冯，你好福气啊！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样，等生完孩子，这可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。喜欢就定了，反正是严老板出钱，不要白表。让他今天放我鸽子，咱们给他放血。咱们俩以前多想一起穿婚纱，今天总算梦想成真了。老冯说的对，等我孩子生完了以后，那我能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，到时候肯定比你漂亮多了。哎，穿都穿上了，好歹拍张照吧。冯大哥，给我们拍张照吧。哦，好。好，再来一张啊！哎，看这儿。小奥，我穿这衣服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去换自己的衣服了。你慢点啊，冯大哥，把照片传给我啊。啊，好。人呢？人刚刚进去。走。先生您好。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？还有一位女士。还是严老板大方，还多给了2袋。我听说你儿子腿脚不方便，多出来的钱给他买一个电动轮椅。多谢。以后你缺钱了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手里头那个录音能不能卖给我？我说今儿严老板怎么态度这么好？合着是惦记我那录音呢？你开个价，多少都行。那个录音啊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我还指望那个录音吃你们兄妹俩一辈子。你欠下来的债，一辈子也还不清。多谢。头儿，还跟吗？不用了，我想要的答案都已经有了。
拜拜。哎，小欧，我看这都到饭点了，要不一块吃个饭吧？你们去吃吧，我店里还有一堆事儿呢。哦，你之前不是说店里下水堵了吗？要不我先去给你看看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让工人师傅通过了。你们赶紧回去吧，你呀也累了，应该休息了。那行，有事打电话。嗯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拜。小欧今天的婚纱秀是不是特别漂亮？你也不错呀。那我们俩谁更漂亮？你俩气质不一样，各有各的漂亮。少来了，人家是9头身，我一个大肚婆，怎么比？这可不像未来辣妈说的话。你跟小欧认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没有追她呀？你看你这问题问，小欧在我心里，她就是一个妹妹。那我也是你妹妹啊。战宇还是小欧的弟弟呢，我也暗恋他吗？一会儿想吃什么？随便。好。黄发祥的审讯笔录整理好了，信息都核实了吗？核实过了。严谨和孙佳玉的中枪枪术与老黄所说吻合，那只布鞋遗留的位置也是对的。老黄描述的现场环境与现场勘查记录里写的十分相似，他应该在现场出现过。就没有一点问题？没有。那怎么查这么久？前天我去档案室的时候，档案被赵廷辉借走了，我昨天才拿到资料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是你嫂子让我带给你，说什么 VC 王，喝了以后不感冒。替我谢谢他。该下班了吧？哥请你吃饭，走。我不去，好多事儿要忙的。这工作呀，永远都忙不完，但是饭得按时吃。难得我今天不用陪你嫂子，走，吃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我真不去啊！你赶紧走。走吧。干嘛呀？我真不去。走了。我不去。哎，拿包。小绿豆，这儿怎么会有啊？带你来这儿，
就是因为这里有卖你爱吃的老冰棍。那你直接买给我吃不就行了吗？害我累个半死。这不想着带你多累一点吗？行，让你费心了啊。前段日子你帮我打官司太辛苦，我早就想带你出来放松一下，不是一直没有时间吗？我说，你要是一直都这么小，想求你的男人可就排大长队了。我记得小时候你挺爱笑的。女人做律师做久了，心肠也会变硬的。真不是，你呀，心肠一直都挺硬的。哪有？你把咱爸最心爱的老古董给摔碎了，硬是嫁祸给我，害我挨了一顿打。还有你初2那一年，我发现你跟老程偷偷牵手，我把你教育了，你趁机报复我，趁我趴桌上睡觉的时候往我耳朵眼里倒水，害得我现在都不怎么敢游泳。还有你高中那一次，你看不惯人家小混混欺负人，非得拉着我跟人家干仗，我为了不给你丢面，以一敌十，我头上缝了5针。你可太记仇了啊！你还好意思笑？欺负我你这么开心啊？开心。可惜你现在有主了，再也不能欺负你了。谁说的？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烂，我也是你哥，你想怎么欺负你就欺负，谁让我欠你？什么欠不欠的？咱俩现在不都好好的吗？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咱们一家整整齐齐的，就够了。哎，我尝你的小馄饨。这也好吃。去，我买一根去。没了，最后2根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哎，行，那我再去看看。哎呀，有可能能买到吧？我把6年前的庭审记录重新看了一遍，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张国强的布鞋当时是遗落在了严谨西边大概30-40米的位置，但是他第一次向警方交代的时候，可明明说的是自己往东边逃跑的，但是在法庭上，这小子又给翻供了，说自己是往西边跑的。一个天天在田里干活的农民，他怎么可能把方向搞错了呢？让张国强能把方向说错的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犯罪现场。可是那只布鞋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那一定是另有隐情的，但一定不是孙家玉遇害案的重点。
接下来我想说什么，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？你们作为兄弟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严谨、申无月和孙家玉之间的感情纠葛。申无月离世1个月，孙家玉就遇害了。凭你对严谨的了解，他会在围剿当天，因为感情纠葛开枪射杀孙家玉吗？其实你们三兄弟之间的感情挺让人羡慕的，可惜啊，6年前就给走散了。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我相信这个案子，在程副支队长手里，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呀？没有。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了，以后没什么事儿啊，你就别来店里了，回去好好休养。是有点累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我先给你叫车。不要，你忙吧。慢点啊。刚巧路过，想起你的手冲咖啡了，就过来了。想喝点什么？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，顺便再做4杯拿铁，我外带。稍等。你好，帮我结下账，1杯椰加雪菲，还有4杯拿铁外带。店里最近生意好像不错呀。马马虎虎吧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个店开了有5年了吧？这时间真是似水流年啊。人和味道都没变，还是那么好喝。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很顺利啊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别为难我行吗？你知道，我们是有保密原则的，不能跟你说什么。好。小欧，难道我们2个出了案子就没别的能聊了？我的婚礼定在6月6号。你的外带好了，趁热喝吧，别凉了。
我今天就不打扰你了，但是等我不忙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来的。忙着呢。啊，还好。有事吗？有件好事想跟你分享，出来喝杯咖啡啊？我现在出不去啊。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，必须当面跟你说啊。要不这样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来我办公室喝杯速溶的呗。一会儿见。进。嘿，抓紧时间啊！好久没见呀，周斌。看来我们这儿的速溶咖啡很不受待见。我今天心情好，必须要来一个精致的下午茶。哎，只可惜你这办公环境太差了点儿，凑合喝吧。请吧，程副支队长，你最爱的提拉米苏。谢谢。果然心情好，看什么都顺眼啊！一口咖啡下去，你这乱糟糟的办公室看着也舒服多了。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？我的收养申请通过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到福利院去接孩子了。我要当妈妈了。这么快就通过了？我就说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吧。年满30岁，无儿无女，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无不良记录的合法公民都可以申请领养。我准备把手头的工作暂时都放一放，专心做个好妈妈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瞧你那张苦瓜脸，是不是这2天又犯什么错误，被你们家周老师教育了？打算什么时候跟家里人说啊？这种事儿只能先斩后奏。我准备直接把孩子带回家。哎，你说像我这种性格，应该养个男孩好还是女孩好啊？我得给孩子好好起个名字。你认识那种起名特好的大师吗？回头让你们家周爽帮我想想啊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你们队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刚才周斌也冷冰冰的。没有，就是最近大家都太累了。你最新一期的节目我看了，现在有很多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不择手段。你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，可千万别冒这个险，要对自己负责，更要对孩子负责。
当然我知道你肯定是不会这么干的。那什么，你先坐会儿啊，我正好有一个案子要跟底下人交代一下。你先坐。就按这个计划来，让大家注意安全。好嘞，程队。你怎么走了？我还想请你吃饭，给你庆祝一下呢。律所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改天吧。哦，行，那你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要怎么说啊？这家里面还得有一个女人，这一收拾就有一个家样了啊。嗯。哎，我觉得啊，在这里应该摆个大点的绿植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开心。来，坐着歇会。我呀，去给你切点水果啊。巧了，呀，这是草莓呀！尝尝，甜不甜？嗯，好甜哦。我来个芒果。你吃芒果过敏，下去吃火龙果吧。啊！迎着和煦的春风，迈开轻快的脚步，亲爱的少先队员们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植树。喝。怎么样？好点了没？老方，啊，咱们领证去吧，明天。领证？好啊。哎呀。可领证这是个大事啊，咱是不是得看个日子呀？没事，我不迷信，就明天吧。明天不行啊，
明天一早上我去码头接货，然后回到店里，我得安排工作。那结束怎么得下午了？再说了，这领证是大事儿，咱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？哎，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吧，泡泡脚，啊，站了一天了。